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杨紫的脸好像一直在变，虽然她确实越变越美，但越来越不像她了。童星光环的背后是大众审视的目光，也是艺人自我认知的迷宫。杨紫这个名字几乎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。从孝庄秘史里初露锋芒的小宛如，到家有儿女中家喻户晓的夏雪，她早早地踏上了星途，也提前品尝了名利的滋味。然而，鲜花与掌声的背后，潜藏着关于容貌的焦虑，以及对未来道路的迷茫。她的脸也几乎每年都不一样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杨紫的童年与演戏二字紧密相连，在孝庄秘史中，她饰演的小宛如灵气逼人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随后，情景喜剧《家有儿女》的热播，更是让她成为国民闺女，红遍大江南北。年少成名，本应是值得庆贺的事情，可对于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女孩来说，过早的暴露在公众视野，也意味着要承受更多来自外界的审视，尤其是对于外貌的评判。宋丹丹这位在演艺圈德高望重的前辈，一句看似无心的玩笑话，却在杨紫心中掀起了波澜。你长成这样，还是别当演员了。这句话对于一个渴望在演艺道路上继续前行的女孩来说，无疑是当头一棒。处于青春期的杨紫，对自己的容貌本就敏感，再加上来自权威人士的否定，更让她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和不安。青春期的少女总是对美有着无限的憧憬，而当时的杨紫身材略显臃肿，与大众审美中的苗条、精致相去甚远。她开始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开始怀疑自己，甚至开始怨恨自己不够漂亮。父母的安慰在强大的外界压力面前显得苍白无力。她把宋丹丹的话放在了心上，开始了漫长的减肥之路。节食、忌口，各种方法都尝试过，甚至到了嘴巴发苦的地步。她渴望一丝甜味来冲淡减肥带来的苦涩，却不得不为了所谓的美而压抑自己的欲望。娱乐圈从来不缺美女，层出不穷的新星让杨紫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。即使她已经被保护得很好，但来自外界的压力让她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减肥，不断地调整自己，以求在这个竞争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。战长沙的出现似乎为杨紫带来了转机。这部剧的导演看到了她在《家有儿女》中展现出的青春活力，邀请她搭档霍建华出演女主角胡香香。这个机会对于沉寂多年的杨紫来说，无疑是雪中送炭。她渴望用自己的演技征服观众，用自己的青春灵动俘获剧中男主角的心。然而，事与愿违。虽然《战长沙》取得了不错的收视率和口碑，但关于杨紫外貌的争议依然存在。有人批评她婴儿肥，有人说她和霍建华不像夫妻，倒像是父女。这些评论对于一个只有19岁的女孩来说，无疑是巨大的打击。成也小雪，败也小雪，童星的光环在给她带来知名度的同时，也成为了她转型道路上的绊脚石。她不想永远被贴上幼态的标签，她渴望突破，渴望改变，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。成为女主角，对于杨紫来说，只是一个开始。她不愿做小透明，不愿出演女三女四，她渴望站在聚光灯下，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。于是，她开始疯狂地捯饬自己，减肥瘦身，甚至要求片方对自己的镜头逐帧精修。她想要摆脱童星形象，想要成为冰清玉洁的美人，想要在娱乐圈闯出一番天地。即使已经跻身女主梯队，杨紫依然不满足于现状。她力排众议，接受了青云志中陆雪琪这个角色。这个角色在原著中是绝对的女主角，但在剧中，
她的戏份却少得可怜，高光时刻都围绕着赵丽颖饰演的碧瑶展开，这让她大为恼火，在发布会上全程黑脸，丝毫不给剧组面子。网友的评论更是火上浇油，他们将杨紫与赵丽颖的脸型和头围进行对比，嘲笑杨紫的脸和头都比赵丽颖大1倍不止。这些评论对于一个爱美的女明星来说，无疑是难以忍受的。杨紫的容貌焦虑达到了顶峰，她在胖瘦之间反复徘徊，不断地发泄着内心的不满。娱乐圈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名利场，一旦踏入，便很难全身而退。杨紫选择了流量之路，就意味着要不断地向前，不断地迎合大众的审美，不断地改变自己。父亲的劝告在杨紫的耳边显得微不足道，她已经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她斩钉截铁地告诉父亲：“我只是想换条赛道奔跑。”这句话既是对父亲的解释，也是对自己的宣言。她要走流量之路，要成为顶流，要让所有人看到她的光芒。再次出现在观众面前时，杨紫已经判若两人。她变得更加精致，更加灵动，在香蜜沉沉烬如霜中，她饰演的小葡萄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精湛的演技加上当时的特效进步，让观众沉浸其中，难以自拔。杨紫似乎找到了流量的密码，她认为只有这样的脸才能旺她的事业。从此，她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，脸也变得越来越精致，越来越科技感。如果说杨紫走上流量之路是时代的必然，那么她对脸部精雕细琢的执着，则源于内心深处对容貌的焦虑。她将事业的成功与外貌的改变紧密联系在一起，这让她在精致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。即使宋丹丹后来为之前的言论道歉，也无法改变杨紫的这种心态。与杨紫年龄相仿的赵丽颖则选择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。出道初期，赵丽颖也曾因圆脸被导演质疑，甚至被嘲笑嘴巴像香肠，但她并没有因此而动用流量特权去改变自己的容貌。在《风吹半夏》《幸福到万家》《理想照耀中国》等作品中，赵丽颖用真实的演技征服了观众。她脸上的纹路、痘印都清晰可见，但这反而让她饰演的角色更加真实，更有力量。这与杨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一个追求自然的表演，一个执着于外貌的完美。同样是靠实力说话的演员，黄渤的经历也值得杨紫借鉴。在成名之前，黄渤也曾因外貌被嘲笑，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。他用一部部优秀的作品证明了自己的实力，脸上的皱纹也成为了他演艺生涯的勋章。这与杨紫形成了另一种对比，一个用实力对抗偏见，一个用科技掩盖焦虑。亲爱的，热爱的热播让杨紫坐上了甜剧女王的宝座。然而，爆款剧的成功似乎让她更加坚信精致的容貌是流量的保障，从而更加沉迷于对外貌的追求。这种心态最终导致了她在《承欢记》中的翻车。在《承欢记》中，杨紫的脸部状态成为了观众热议的焦点。过度磨皮、僵硬的表情让观众难以入戏。与同剧演员何赛飞、徐凯、牛俊峰的对比，更凸显了杨紫脸部状态的不自然。何赛飞脸上自然的皱纹，徐凯的痘印，牛俊峰凹凸不平的脸，都与杨紫光滑到可以滑冰的脸形成了鲜明对比。这种强烈的反差引发了网友的吐槽，诸如发面馒头、整容脸等评论层出不穷。承欢记本想走霸道总裁爱上我的偶像剧路线，却因为杨紫过度美颜，让观众难以带入剧情，最终口碑和收视率双双下滑。杨紫与关晓彤经常被网友戏称为最养不作为造型师的女明星，她们的颜值经常被造型师拉低。然而，关晓彤的路透图却往往比工作室的精修图更漂亮。这或许也从侧面反映了杨紫对于美的执念。
在《长相思》中，杨紫的颜值和演技都受到了质疑。一些网友认为她的脸部状态僵硬，表情不自然，像爱建模。还有人将她在《长相思》中的表现与早期作品《欢乐颂》中的邱莹莹进行对比，认为她的脸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。这些争议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：杨紫过度追求外貌的完美，反而失去了自然的灵动。不可否认，杨紫的演技在娱乐圈中属于佼佼者。她对演戏的认真态度以及对角色的投入都值得肯定。她可以为了提升演技而放弃《家有儿女》的拍摄，安心读书；她也可以为了挑战自我而出演《欢乐颂》中的傻白甜邱莹莹。这些都证明了她在演技上的潜力。然而，粉丝的过度维护以及她自身对少女感的执着，让她逐渐迷失了方向。工作室精修图与路人图的巨大差异，也反映了她在容貌焦虑上的挣扎。这种焦虑最终体现在了她的表演上，让她在一些作品中显得僵硬、不自然。杨紫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。在电影《热辣滚烫》中，她挑战了大银幕，试图突破自我。电影的高清镜头对演员的颜值和演技都是巨大的考验。杨紫在片场的认真态度以及对角色的投入，都让人看到了她回归演技的决心。与张小斐合作的电影《转念花开》也为杨紫提供了一个新的可能性。这部带有刑侦元素的电影，或许能够让她摆脱偶像剧的束缚，展现出更多层次的表演。美貌对于演员来说是一把双刃剑，它可以是敲门砖，也可以是枷锁。杨紫拥有姣好的容貌，这本是她的优势，但如果过度依赖外貌，反而会限制她的发展。正如鞠婧祎、杨颖、虞书欣等明星的例子，美貌并不能成为演员的护身符，只有演技才是演员在娱乐圈立足的根本。杨紫需要做的是正视自己的容貌焦虑，找到美貌与演技的平衡点。她需要明白，观众欣赏的不仅仅是演员的颜值，更是演员塑造的角色以及演员所传递的情感。只有回归演技，才能让她的演艺之路走得更稳、更远。娱乐圈的竞争是残酷的，但也是公平的。只有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才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行业中立于不败之地。